你知道吗？天选之人必经历情劫，因为情劫直击你的心灵深处，这种痛让你痛彻心扉，痛到不能再痛了，你才能够大彻大悟。天选之人的前半生都很苦，因为他们太善良了，所以磨难重重，但是他们不会放弃，熬过一关又一关。他们知道，凡是来伤害他们的，都是来成就他们的，都是来渡他们的。真正的天选之人，人生不会顺，老天爷选中他们，就是要历练他们。虽然会给他们福运，但也会给他们磨难，就像自我救赎一样，他们必须经历层层关卡，才会最终得到他们该得的一切。准确地说，真正的天选之人其实是来历劫的，他们要经历的磨难比一般人要多得多，他们的一生小人多，厄运多，磨难多，爱情多磨，亲情严苛冷淡，人际多半不好，这是他们的命格。老天爷就是要让他们在孤苦无依、一无所有之中领悟奋发，活出自己。其实真正的天选之人多半都是大器晚成或是有晚福的人，因为他们的前半生都在历劫，只有经历了前半生的苦，他们才能收获后半生的甜。这是天注定的命数，因为他们是上天选中的人，福报越大的人，经历的磨难就越多。人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，同理也不可能永远一蹶不振。但是如果你习惯了一蹶不振的这种状态，那么就会陷入痛苦的境界里，享受痛苦。譬如你遇到了渣男，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这个人是错的，明者就会知道，那我快全身而退吧。不明者就会陷入痛苦，认为被辜负。所谓天欲降其福，必先开其慧，这是先者的开始。就像为什么很多家族富不过3代，因为老一辈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和辛酸，后辈不能感同身受，也就不会惜之若初。如果你正在经历磨难，就相当于是一个信号，提示你要从磨难中得到成长，或者是苦你的心智，或者是劳你的筋骨。这些都是小的磨难，最大的磨难就是行拂乱其所为。在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什么突然出现，扰乱你的心智。这是一大关，种种的磨难过去以后，你就会练就一身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状态，不动情，不期盼，只接受缘来则聚，缘散则走。这个时候就会增益其所不能，得到与你相匹配的人事物，因为你已经把自己锻造成了崭新的自己。所以千万别执着于苦难，苦难没什么好留恋的，不对苦难做出任何的动情，把它当成一场考试，而考官就是你自己。福报越大的人往往越容易经历情劫，因为人的一生有无数的关要过，有关于金钱的、亲情的、爱情的、友情的，但是真正能够走到情劫这一关的还比较少的。如果你现在经历情劫，说明你是一个比较有福气的人，
什么叫情结呢？就是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出现一个人，然后你无条件的相信、喜欢，即使他的行为突破了你的底线，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这个人，你没有办法去忘记，然后你可能就会反复的内耗。世界既然取阴阳之道，那这些事情呢，就不见得只是坏事。你反过头来看呢，也可能是老天爷对你的考验。雄鹰在让幼崽飞翔之前，会将它甩下悬崖，你要么粉身碎骨，你要么翱翔天际。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度过这关，因为你会发现你对亲人朋友甚至自己都不会那么的宠爱，但是你对一个陌生人，你会无限的宽容，无限的包容，甚至达到溺爱的程度。当有一天你发现无果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爱任何人不如先爱自己，让自己成为一个被爱包裹的人。所以你不再会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，你更多的是内疚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示爱的人，同时心境也会上一个台阶。你会懂得友情不能饮水饱，在相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你也不再会被爱情的美好幻象所困住，也不沉迷于对方的花言巧语、海誓山盟。最后你也懂得了接纳，懂得了包容。哪有什么偏爱，只不过都是情欲上的头而已。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人生如一场旅程，途中充满了风景和挑战，而情感则是旅途中最为复杂而美丽的一段。有时候我们会经历情感的坎坷和痛苦，仿佛走过一场情劫。当我们能够坚持走过这些困境，会发现度过情劫的人都有着大福报。爱情是人们心灵的彼岸，是人生中最为温暖而复杂的情感。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，往往会遭遇各种挫折和伤痛，有时候会遇到欺骗和背叛，让我们感到无助和心痛。有时候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冷战，让我们感到困惑和疲惫。当我们能够勇敢面对并度过这些情感劫难时，将会迎来大福报。人在走好运之前，必须经历过情关。什么是过情关呢？如何顺利度过情关呢？一，有福之人必有情劫之痛。你知道什么是情劫吗？情劫就是你明知道它改不了，你也失望透了，一会儿想通了，一刀两断再也不联系，一会儿又想不通，想再努力一次，舍不得反复内耗纠缠。一旦情劫开始，你的事业与生活，整个人都会垮掉。那种感觉就像没了它不行，有它好像也活不下去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心慌，硬生生把一个东西从你心里面抽离。那种感觉，一会儿想它的好，一会儿又想它带给你那些痛苦，像精神分裂一样。情劫是我们凡尘中人最难过的关，因为这一关是直达你的内心最深的地方，称之为痛彻心扉。然而也正是这么彻底，这么深的痛，才让我们顺着这个通道获得通透的觉悟，证得无上的智慧。要知道，
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机缘，是很难觉悟的。所以，如果没有福报，是遇不到情节的。因为情节是我们迈向更高生命维度的天梯。经历情节的人，都是有大福报的人。经历情节不代表遇人不淑，而是你自己执迷不悟，一味地追求爱情，却在过程中忽略了自我成长的重要性。遭遇情节并不是我们的磨难，而是我们的福报。因为只有经历过情节的人，才能够真正领悟到爱情的真谛。她15岁结婚，22岁被丈夫抛弃离婚，25岁痛失爱子，但她却逆袭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，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。她就是张幼仪，诗人徐志摩的前妻。她说，我要感谢徐志摩当初背叛离开了我。坏的婚姻是女人的一座学校。张幼仪15岁时遵从父母之命，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徐志摩，但是徐志摩却嘲讽张幼仪是乡下土包子而疏离她。结婚后，张幼仪为徐志摩生下了孩子，可徐志摩却突然不告而别，一个人跑去了英国去追求林徽因。后来张幼仪担心徐志摩一个人在外国生活压力太大，就主动跑去英国去照顾他，但徐志摩不领情。张幼仪为徐志摩生下2个了孩子后，徐志摩便提出了离婚，使得张幼仪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公开被离婚的第一位女性。离婚之后，张幼仪和徐志摩的第2个孩子由于体弱多病，感染了重病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年仅3岁的小儿子在遭受病痛折磨之后离开了人世。丧子之痛使得张幼仪陷入巨大的绝望中，她没有了丈夫，又失去了儿子，孤苦无依地漂泊在异国他乡。可反而她变得什么都不怕了，因为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。张幼仪忍着丧子之痛，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艰难生活，自学外语，艰苦创业打拼，而张幼仪从此开始了她的逆袭人生。她回国之后进入东吴大学，2年之后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。与此同时，张幼仪还创办了中国第1家时装品牌公司。张幼仪做了她能做的一切，以善良和解伤害，以不折不挠对抗命运的不公，而上天也给了她回报。晚年的张幼仪享受着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幸福地活到了88岁。张幼仪没有林徽因的才情，没有陆小曼的风情，却能在悲凉的人生景色上完成一场向死而生的华丽逆袭，成为后世女性仰望的典范。她用倔强和坚强生动地演绎了一个道理：人生从来都只能靠自己成全，情节会让你觉醒。弘一法师说，情节乃是福报，遇见是有债要还，离开是因为还清了。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，让你经历情节的人，就是今生渡你的人。爱情付出了不一定有回报，真心也不一定能得到幸福。人生聚散本是常态，因缘而起，都是注定。
一念放下便是重生。前世不欠，今生不见。缘起，我在人群中看见你；缘散，我看见你在人群中。如若流年有爱，就心随花开；如若人走茶凉，便手心自暖。生活中的相遇与离别，就像是一场命运的交错。弘一法师在这段话中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意义，每一次离开都是因为彼此的缘分已经了结。情结不是一种痛苦，而是一种福报，是前世的债务要在今生偿还。我们不必过于纠结于失去，因为失去只是为了更好的遇见。为什么说情结是一种天赐恩典？增广贤文中讲，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所有的强者都是在痛苦的折磨中破茧成蝶，涅槃重生的。老天让人觉醒开悟，必有天魔。在人间最难度过的莫过于情关，因为这一劫难直达人内心最深的地方，直击我们的根本欲望，让你为之痛彻心扉。然而正是因为其欲望如此深彻，也才使得我们在此劫难中获得通透以及深刻的觉悟，获得无上的菩提智慧。人生实苦，唯有自度。凡是度过情劫的人，都顺利完成了对自己的自我救赎与涅槃重生。经历了情劫的人，人生有3大恩典。第一个恩典，学会了接纳。情劫让你强大了自己的内心，更加淡定从容。你不得不去接纳你过去最不想、最不愿意接纳的东西。这种被迫的接纳，让你最终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。让你的心变得更加淡然平和，终会明白，一切都是因缘而起。生活给你的劫难，都是你今生要经历的。第二个恩典，看透了人情人性。情劫让你看清了一个人，让你有机会看透人心，看清人品，让你真正的开始读懂人性，内心更加淡然平和。人生就是一场随遇而安，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第三个恩典，学会了爱自己。情劫让你开始自查自省，为什么付出真心却得到了伤害？为什么掏心掏肺却受到了欺骗？开始学会了保护自己，开始变得更加坚韧。而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，你内心经历了排斥、适应，明白了只有先爱好自己才是最重要。放下了这3个阶段，一开始感觉特别煎熬，甚至会烦躁不安，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，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恩典，会帮助你变得更加强大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很多人经历了情劫以后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、堕落，那是因为他没有从情劫当中领悟到他需要的东西，而是吸取到的全部都是负面的，全部是负能量的。他会把自己的付出和爱无限放大，然后把自己推到一个受害者的角色，而无法摆脱出来。其实很多痛苦就是老天给你的一种考验，只要经历过了，你内心会变得无比的强大，
你将无所不能。正所谓心不死则道不生，过了情关的人以后一定会顺风顺水，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，凡是自己想控制的，最后都控制了自己。当你连那个最爱的人都可以放弃的时候，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就来了。我们遇到一个人，其实是有债有还，离开是因为还清了。所以你不要害怕失去，因为能失去的本来就不是你的。你也不要害怕伤害，因为伤害过了，孽缘也就结束了。人一旦过了情关，和从前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别人觉得错过了是遗憾，而你觉得错过了也许是躲过了一劫。度过情劫的人会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人经历什么成长最快？答案一定是过情关。这一关是大部分人能真正脱胎换骨的机遇，也是人生第一大关，也是最痛彻心扉的一关。如果一个人过不了情关，上面会不断地安排新的人、新的事儿来反复地折磨你，直到你崩溃、怀疑、抱怨，最后心如死灰。正所谓心不死则道不生。为什么让你经历情劫？你以为是针对你吗？是因为你不经历这些痛苦，往后你根本无法明白人性的丑恶，你压根过不了后面难度更大的关卡。这都是在磨练你的心智、心性和认知。只有在极端的痛苦下，你才能完全蜕变。度过情劫的人会更加珍惜真正的爱情。经历情劫后，你的心境磁场会得到提升，你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真正的爱情是一种高维能量，能引领你看清世间的真相，内外兼修，不断地成长蜕变。当你成为爱，传播爱，就不再惧怕任何人的离开，也不惊喜任何人的出现。你就是自己幸福的来源。你爱着自己，爱着众生，爱着整个世界，心里好像什么都没装，又好像装下了整个世界。你开始学会用心去对待爱情，懂得珍惜身边的人，给予他们真挚的情感和关怀，不再被肤浅的诱惑所迷惑，而是寻求更加真实和稳定的爱情。这也带来了更长久和美满的幸福。度过情劫的人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情劫不是等同于真爱，情劫源自妄心，欲念杂生，而真爱源自本心清明喜悦。妄心回归本心，情劫才能够化成真爱。情劫并不是为了有结果的，因为这时候的你还只是个所谓的凡人。你有情，但不知道何谓爱。一个人没有遇见真实自我的人，他并不知道爱是什么。情劫是缘起，也是缘灭，既是因，也是果。因为情劫这些痛苦，它就是来摧毁你，来净化你的。它和真爱不一样，它是让你陷入了爱情的幻想，一梦不醒。随着梦中之变化，妄心渐起，欲念丛生。而真爱是清醒的、觉知的，在真实自我中以一颗清明宁静之心活在爱里，是本自具足的，是由爱自己向外而发，没有患得患失，
更不会欲求不满，富足且自信。情爱就是人生里很重要的一场游戏，任何感受都需要自己去体验，去闯关，去进阶。3. 人生如修行，修行路上怎么过情关，如何破情关？其实古圣先贤的智慧经典里面是有的。在人世间你逃不开七情六欲，没有人能够逃开，不管是从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爱人，方方面面，这种情关很多人都破不了。接下来我的分享，如果你照做了，不仅是破情关可破，而且你会直接升级，境界上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。破情关不是说你忘记它，或者说放下它就是过情关，因为你仍然在循环当中，你仍然会碰到一样的问题，因为人总是相似的，所寻求的爱情也总是相似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没有做到我说的这一点，你依然会循环，依然不会约，就2个字，大爱，可破一切情关。所谓的爱情全是小情小爱，什么是大爱呢？大爱就是慈悲之心，唯有升级到大爱与慈悲之心，任何的情关再也不能伤你分毫，那是无限的慈悲，万事万物都能对他们生出一种慈悲与大爱之心。有很多人对于我们的伴侣外求特别多，你做什么事情，我就希望求得一些什么东西。所有外求之人都过得很痛苦，因为得失是常态，升级到大爱之心才是破解之道。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大爱，那你是怎么对待你宠物的？你怎么对待你孩子的？这叫做大爱，叫做慈悲，但这是不够的。你会发现，你对你的孩子，你对你的宠物是那种无条件的爱，你对他的爱的付出是根本不求回报的。当你付出爱，付出一切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满足，因为你只想他好。当你能够本质具足的时候，你根本无需外求，因为你所有的一切你自己都能够满足自己。当你外求越多，这个世界离你越远，你求什么什么就控制了你，让你离本来的你越来越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心越来越不纯净，会蒙上一层又一层的灰尘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化，这个世界之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，无常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所以你去求它干什么呢？你爱求的最终是你的吗？得到了还好，但是你没有得到你的付出，就会感觉不平衡。大道是非常公平的，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，所以你求的越多，你的伴侣就会不平衡。如果你求不的，你就会不平衡。所以大爱之能够突破一切情苦，无论是佛家的如如不动，还是道家的无为而为，其实背后都在讲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外界的干扰来了，心不会因为外物而动，起心动念全是自我把控的，而不是随着外界而动，这也叫做境由心转。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松弛感。破不了情关的人根本没有松弛感，别人一句话你就会多想，别人发个朋友圈
你也会多想；别人半天没回你，你也会多想。这就是跟境由心转相反的心由境转。没有生耻感的人，本质上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起心动念。为什么控制不了呢？往大了讲，就是过去种下的因太多了，今天的痛苦只不过是果的呈现。往小了讲，那就是你的期望太高了。世事本来就是无常的，但是你却给自己下了定义，给别人下了定义，那难受就是必然的。一旦你有了期望，一旦你有了执着，你就开始自己给自己编故事，继而和故事进行纠缠，最后被你的故事给捕捉了，还感觉到是受到了别人的伤害。不是别人给你带来的痛苦，而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带来的痛苦。要想学会松弛感，就要对任何事情不抱有期待，做好该做的事情，在因上独立，在果上随缘。一旦真正的没有了期待，那么情绪就不是你的了，感受也不是你的，念头也不是你的，都让他们离开。察觉到这一点，痛苦就开始瓦解。你放过了他们，本质上就是已经放过了自己，那么情关自然而然就过了。情节是一个人开悟的最好方式。人生在真正迎来大运之前，是必须要过情关的。特别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九子里火运已经到来，这个时候福报越大的人越容易要经历情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入场券之一，也是一场毕业考试。这里说的情，不只是局限于世间的爱情，更是人类内心的所有情感。很可惜，有人一辈子到死都拿不到这张入场券。那到底什么是过情关呢？其实就是4个字：放下我执。有一句话叫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比如某个人伤害了你，欺骗了你，你很痛苦。这种过度的创伤和绝望会让那个自我偏离轴心轨道。一旦经历这个阶段，整个人都会有种跌至谷底的绝望。临时用以填盖苦的方式，只会让一个人永远都无法体会苦尽甘来的美满。因为只有1%有自悟能力的人确实能被人唤醒，但是99%的人都是要靠千刀万剐来痛行的。这个千刀万剐的痛，意味着内心那个自我濒临死亡。人在绝望痛苦的时候是会拼命逃避的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绕过最后的致命一击，这是本能。而只有跌至谷底，那个真实的自我才会被迫撤下，原先那些用来逃避的一切策略才会失效。情关放下我执，并不是说放下感情，从此就清心寡欲，不碰恋爱，不结婚，不和外界任何人有任何的感情，无论是友谊还是亲情、爱情等关系。这不叫过情关，这叫逃避，也叫放弃。过情关是心中有情，但是不执着于情，风轻云淡，坦然地能够接受一切结果。这一关过后，人的觉醒之路才刚刚开始，也就是换了全新的大运。这种大运就是脱离了你的剧本和你的定数，
它是一种自己通过修炼升级给自己争取来的额外奖励，这种奖励能让一个人的人生愈发的光彩和顺遂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情关已过。当你放下我执，度过情劫之后，大运就在你的身后，你也一定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